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分别用蛋白的7分发、8分发、9分发和10分发，分别烤了一个戚风蛋糕。那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表面和里面的内部组织。那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大家更好的掌握蛋白的打发和判别它的状态。这个视频对新手非常有意义，建议大家先收藏后观看。我们先来打7分发的蛋白。我们开动打蛋器，我们打到鱼眼泡的时候加第1次白砂糖。我们加白砂糖的目的呢，是为了稳定蛋白，并且给它一个蓬松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蛋白已经脱离水状，然后我们继续开动打蛋器。我们打到蛋白比较细腻的时候，然后它会有纹路，它其实大概在5分发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加第2次白砂糖。我们打到蛋白出现明显纹路的时候，我们加第3次白砂糖。我们来看一下状态啊，我们用打蛋器，你看它的弯钩是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它是7分发，属于不是太稳定的一个蛋白。好，然后我们将它加到蛋黄糊里面。我们今天以同样的模具，然后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时间来烤。我们的面糊到了280克，然后接着我们打8分发的蛋白。我们来看一下8分发的状态，就提起来，看它的弯钩没有像刚刚那么大，而且这个面没有那么软。那现在我们是来打9分发的蛋白。我们看一下9分发的状态啊，就它提起来弯钩没有那么大，而且它就只有很小的一个小尖尖，就只有前面，然后这个就是9分发的状态。最后我们来打10分发的蛋白。我们来看一下10分发的状态，就比较硬，它的小尖尖就是直直的，然后这就是10分发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继续倒入模具280克。我们的戚风蛋糕每一个经过35分钟的烘烤，然后建议大家在2个小时以后再脱模。然后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对比。我们的戚风全部都脱模了，我们来对比一下表面。那7分发它已经开始塌陷，周围已经开始收腰了。那8分发和9分发呢，没有什么区别的。像10分发，它的表面裂痕非常明显。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组织。那7分发呢，它的内部组织比较紧密；8分发和9分发，它的内部组织比较均匀蓬松。那10分发呢，它就有大大小小不均匀的气孔。所以说，很多朋友在烤戚风的时候，内部比较湿润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蛋白没有打发到位。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请留言评论哟。